公务员、国企白领、中产家庭一个都跑不掉。2025年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全民降薪潮，而这或许只是崩塌的开始。在青岛的派出所，一位乡镇警察咬牙算着工资，只发了70%，还不知道下个月发不发。在东莞的国有银行，中层领导眼睁睁看着年薪从30万变成20万，绩效几乎为零。曾经的铁饭碗，如今成了紧箍咒。我们一直以为体制内是最稳的，却没想到第一个被推向深渊的，恰恰是他们。2025年开年以来，北京、浙江、广东、山东等地密集传出体制内减薪的消息，不再是传闻，而是赤裸裸地出现在工资条上。北京某央企员工李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我原本1个月6000，现在只剩5000，有些津贴也没了。他老婆在民企，有人已经接到裁员通知了，说只做到7月底。国企员工马先生爆料，2023年开始，公司已经2轮减薪裁员，取消了餐补、交通补贴，还让1个人干3个人的活。2025年再次减薪，基本工资缩水5%至20%不等。青岛公务员部分地区只发70%工资，且延迟发放。广东警察年薪从30万元降至20万元。东莞国有银行中层管理者2年内薪资下降30%，绩效奖金几乎归零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一向高大上的金融央企也顶不住了。中金公司、国家开发银行等中央金融企业已经开始严格限制薪酬。财新网披露，27家中央金融类企业开始执行限薪，年薪上限设为100万元，中高层收入或将减半。一位中金公司基层员工向媒体透露，整栋楼的人都降薪了，中高层降得更狠。而在浙江诸暨，一位郑先生直言不讳，公务员一年减少5、6万元，科级以上减8到10万，更高层级甚至降15万。这是2022年降薪后的2次打击。这一切背后是整个地方财政的真穷，穷得连工资都发不起了。很多人不理解中国人年年纳税，国家怎么会没钱？我们先看看数据。浙江财政厅数据显示，2024年该省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5%，造成行政支出大幅压缩。中国各地财政赤字不断扩大，多个省市政府债务已触及警戒线。地方政府对公务员奖金发放推迟，甚至取消，成为常态。人民日报曾隐晦地提到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，但没人料到，紧日子真的成了每个人的现实，不是勒紧裤腰带，是裤子都快没得穿了。有学者一语道破本质，地方财政没钱管人，老百姓也没人愿意花钱，整个社会正在经历自上而下的紧缩链条。这个链条正在扼住中国经济的脖子。体制内减薪，消费信心坍塌，民企订单减少，裁员扩大，税收下降，政府再次减支，最后整个社会陷入死亡循环。更令人警惕的是，如果过紧日子只是口号，大家还能忍，但如果成为常态，甚至让人无日可过，那社会的弹性与信任将彻底崩盘。2025年的中国，家庭资产正在雪崩式贬值。瑞银的中国住房调查报告指出，近一半中国家庭最主要的资产是房产，房价持续下跌，导致家庭资产负债表被毁，特别是2016年之后买房的人几乎全部套牢，首付跌没了，资产缩水，负债还在上升，资不抵债者激增。CEIC 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初，中国家庭债务总额达 11.5 万亿美元，相较于2024年底仍在增长，杠杆率继续走高。简单讲，中国家庭越穷，借得越多，越借越穷。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、消费贷，中国人的每一笔生活成本都是靠贷款硬撑。
但资产却在持续缩水，甚至失去了抵押能力。经济学家傅鹏警告，老龄化与人口萎缩意味着没有接盘侠。中国正在经历债务通缩，抵押物价值下降，债务上升，未来将严重抑制消费与投资。中国正在进入长周期萧条期，而这还只是上半场。当公务员、国企白领们集体陷入减薪、延薪、断薪的泥潭时，普通人开始质问：我们不是每年都纳税吗？政府的钱到底去哪儿了？答案并不复杂，但足够让人心寒。钱花在了看起来很体面的基建上，高铁、地铁、跨江大桥、主题公园、CBD 新区，你以为是现代化的象征，其实很多是烧钱机器。这些项目投资巨大，收益极慢，甚至无收益，地方政府只能靠借债维持。大量融资平台、城投公司涌现，通过卖地、发债、融资搞基建。然而房市崩塌后，土地财政枯竭，债务雪球越滚越大，利息支出吞噬财政空间。更致命的是，这些基础设施带来的回报几乎为零，根本无力造血。结果就是面子工程建完了，财政却空了。公职人员数量庞大，工资压垮财政。你以为公务员少？错。广义上的体制内人员，包括事业单位、编外合同工、辅助人员等，多达6000万人。而他们的薪资、津贴、福利占地方财政开支40%以上。不少地方为了抢人才，还大幅加薪、配房、配车。如今财政吃紧，就只能反过来减薪、停奖金、砍福利，甚至大规模裁撤编外人员。2024年，全国至少有17个省份裁撤了超过30%的编外编制。公务员们自己都说，以前是旱涝保收，现在连保字都没了。借新债还旧债，利息越滚越大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每年地方政府财政的一个隐形支出就是还利息。以江苏省为例，2024年全年财政支出中，用于偿还债务利息的支出高达1200亿元，相当于当地公共教育经费的一半。债台高筑的逻辑是这样的：前几年借钱搞基建、招商，基建没产生收益，招商企业跑路，旧债到期，只能借新债还旧债，借多了，光利息都还不起了。这是庞氏骗局式的财政运营，一旦中央不再兜底，直接崩盘。补贴式刺激彻底失效，地方政府为了拉动经济、刺激消费，不断推出补贴政策，家电补贴、汽车消费券、购房补助、企业进驻奖励。短期看起来风光，长期却成了财政黑洞，企业拿了补贴就走，消费者等补贴才买，一停就没人买。补贴支出巨大，但没有可持续性收益。2024年，全国仅汽车消费补贴一项支出就超过450亿元，但销量恢复了3个月又急转直下，完全没有形成消费习惯。用经济学家的话说，用补贴拉动的不是消费，是幻觉。教育支出持续高烧，成了烧钱无底洞，没有哪个地方敢砍教育。但现实是，近年来各地兴建超高规格学校，动辄斥资上亿，却换不来教学质量同步增长。江苏、广东、四川等地的教育经费支出2024年均超过地方财政收入的20%，但在 PISA、竞赛、升学率等关键指标上并无明显提升。很多学校扩建校园，采购高价设备，却在缩减一线教师编制，反而让教育资源更加扭曲。钱都花在楼和投影仪上了，真正该花在老师和学生身上的，却变成了节流对象。财政就像漏斗一样，每一项看似刚需的支出，都在不断榨干财政体力。一位金融人士在微博上说，现在不是你愿不愿意消费的问题，而是你根本不敢消费了。
这是2025年中国最深的心理图景，担心工资再降，企业裁员，担心房子继续贬值，负债滚雪球，担心未来没有保障，孩子教育、父母养老一地鸡毛。于是你选择把钱攥在手里，不买、不投、不出门，而你的谨慎又让下一个人失业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2.8%， 服务性消费同比下降 6.2%， 新车销售同比减少 9.5%。一个消费驱动型经济体正在失去它的内循环。而在最顶层的中央财政中，补贴、救市、纾困政策又在透支未来，央行放水，政府救市，地方发债，金融兜底。但这些只能延缓下跌的速度，无法阻止趋势的塌陷。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经济震荡，而是社会契约的断裂。公务员信任政府，政府却发不出工资；中产信任房子，房子却不断贬值；企业信任政策，政策却频繁摇摆；老百姓信任未来，而未来却愈发不确定。信任的土壤正在被抽空。或许真正可怕的不是收入减少，不是失业增加，而是中国人正在集体进入一种无未来感的状态。没有信心的国家不会有消费，没有消费的国家不会有增长，没有增长的国家就不会有机会。这是2025年中国经济的最大危机，不在 GDP， 不在城投债，而在新的崩塌。如果过紧日子成了永恒的国策，那也许下一步就是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时代真相，无日可过。